究竟我买到的是全新的，还是其实是有人拆开再重新封回去的手机呢？好，今天这部影片呢，非常的令人期待。这部影片就是来讨论到底值不值得买 S21 Ultra。那我这边会有一开始的这个相机盲测部分，哇，指纹还是稍微有一点。相机盲测测完之后，会讲一下续航力以及发热状况，然后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使用心得。在影片结尾的时候，我会讲一下说我觉得值不值得购买，然后以及我现在觉得合理的市场价格。好，那首先我们就赶快来进入我们的相机盲测，因为今天的样张非常的多。那参赛选手就是有这个 S21 Ultra， 哇，这颜色还是很好看。然后再来就是有我们的 iPhone 12 Pro Max。OK， 然后以及我们的 Mi 10 Ultra 小米至尊纪念版，这个也是很不错。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上一代的 S20 Ultra， 那这一支的话主要会是偶尔出现插花用的角色，看一下它的状况如何。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参赛选手。那在相机盲测开始之前，我想先提醒大家说，这个盲测不是让你去猜说哪一个照片是哪一个手机拍的，这盲测的目的主要是让你选出你觉得最好看的照片，所以你不要猜说哪一个相片是哪一个手机拍，你要思考的是哪一张照片是你觉得最好看。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那我们来到第一张，这一张是一个晴天底下的逆光照。那这张很明显就是中间那一张，它天空直接爆炸亮。那这个我第一个就会删掉。那左边右边在比的话，首先两边的蓝天都有压下来，但是左边的颜色比较再浓一点，然后树叶也比较多一点，所以这组样张的话，我会选最左边的，那是我最喜欢的照片。哇！然后刚好最左边就是 S21 Ultra， 然后 iPhone 就是老样子的曝光不太想压的感觉 ，HDR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表现没有这么好。然后这一张也是主镜头拍摄的。那首先的话，我会觉得中间的颜色和对比稍微高了一点，那最左边比较淡一点。那最右边是我第一个删掉，中间和左边再选的话，我可能会选这两个中间和左边其实我都蛮喜欢。那我可能给我选的话，我选最左边的吧，因为我觉得中间的黑色就是那对比有点拉得比较高了。那这一张来讲，哇，刚好，嘿嘿，忠实新粉没有问题的。这最左边就是 S21 Ultra， 那最右边的话，其实有些人盲测起来他会选亮度高的，不过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张那时候我拍摄的时候是已经接近傍晚，那我觉得中间和最左边是我比较想要看到的感觉啊。但是亮度上来讲的话，确实亮度是可以再拉高点，但是最右边的它的那个黄昏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就有点可惜。好，然后再来这一张是一个3倍镜拍摄，然后是拍摄窗户的感觉。其实说实话，这3个的细节表现程度，我觉得都还算 OK。那如果第一个要删掉的话，我可能会删，哇，这好难选哦。给我选的话，我可能选最右边的吧，因为我觉得它的窗户的那一块，就是包含它反射出来的树叶啊、阳光，还有里面的室内的灯光，感觉是最好。那最左边那个，我可能第一个就会删掉。最右边和中间的，我有点犹豫耶，我选最右的好了。最右的其实比较符合我的胃口。哇，最右刚好也是 S21 Ultra， 你看这样连续3张选下来，就会知道我个人喜欢的成像是最右边。然后最左边，你看 iPhone 其实它的长焦表现在这边就可以看出来是稍微弱势了一点。不过这最重要的盲测就是看你喜欢什么，所以其实你不要管我选什么，我只是讲一下我的想法。接下来下面这一张是一个陶朱影园的逆光照。那这张的话，我第一个会被吸引住眼球的其实是中间的照片。最右边那个不知道为什么那树已经就炸掉了，我强烈的怀疑再加上那个耀光，我强烈怀疑那张应该是 iPhone， 这个我会第一个删掉。那我觉得中间的话，那个太阳射下来的感觉，还有那个树荫的感觉，以及下面机车的感觉是很不错的。那最左边的话是最广的广角，你看它连旁边建筑物都照进去了。那这边的话，哇，刚好 S21 Ultra， 哇，简直是盲测大师。所以在风景照来讲的话，其实我都是还蛮喜欢 S21。然后接着来进入夜拍的部分了，哇，有没有看到中间那个耀光的反射？那个灯条已经出现了鬼影的感觉，这个很明显就是 iPhone 啦。但是这个其实真的蛮看个人喜好，因为有些人就喜欢它灯条整个爆炸感觉，像上次我记得有
有在盲测他们的时候，有一组样张物我也是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亮。但如果这个来选的话，我第一个会选就是最右边的，最右边是 Mi 10 Ultra， 哇，我觉得它在那个树叶的部分拍摄的蛮好，那整体的亮度会稍微比最左边的再高一点。那在灯条的亮度的感觉会比中间的没有这么的夸张，所以我这张我是选到 Mi 10 Ultra， 这张是夜拍的表现。然后接着是这一个是巷弄间的，就是一间餐厅的后面的巷子。那这边可以第一个看到就是中间的是糊掉，然后最左边是已经有油画感，所以这两个我都是删掉。我这张直接会选就是选最右边的啦。那这是一个3倍镜的夜景模式，那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哇，没有错，没有意外，就是 S21 Ultra 获胜。那这个主要应该也是因为它的长焦镜头有3倍的关系。那这一张的话，我猜 iPhone 在光源不足的情况下，它应该是直接使用主镜头去切割。你看这个感觉画面很油腻。那 Mi 10 Ultra 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一种没有对到焦的感觉吗？还是它油画感也蛮重的？不太清楚，这个表现没有我想象中好。但是你看 S21 Ultra， 它在整个的感觉细致上来讲的话，我会甚至有点难分辨出说这个是3倍镜去拍摄。然后接着是一个夜间10倍长焦的表现，那这是一个夜视。那很明显的第一个删掉就是最左上角，它那已经哇，简直是毕卡索的画，已经有点糊掉的感觉。然后右上角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镜头应该都是干净的。但右上角的那个灯条的反射整个很雾，所以这个我也删掉。那这张对决的部分就是左下角和右下角在对决。那我个人来选的话，我可能会选左下角吧，左下角的那个感觉，整个的样式和整个的氛围会比右边来的好，然后包含它后面的这个炸鸡城的字样都还有着。那我们来看一下，哇，没错，左下角果然是 S21 Ultra。那这个的话有10倍光学变焦，其实就是蛮明显的优势啦，特别在长焦部分。不过这个这盲测也是我之前整理完，然后今天来测，所以其实一直选到 S21 Ultra 还是有点小害羞一下。然后接着来秀下，我觉得 S21 Ultra 这是我最喜欢的状况，就是它在各个情况下其实很适合街拍。那这一张是主要想要展现一下人像模式，我就直接贴着地，然后人像模式去把后面糊掉，所以整个感觉蛮有。然后因为有长焦镜的关系，各个焦段其实蛮齐全的。那这张是直接使用3倍镜去拍摄，所以拍摄的感觉上和拍摄的手法上会多了蛮多种。那这张就是建筑物的感觉，我也觉得很不错，大概秀一下。然后接着下一组样张是100倍变焦的镜头，那我这边直接录了一个 7-Eleven 的看板来看一下。那这个其实蛮明显的，我第一个会选就是最左边，其实中间和最左边表现都蛮好。那这都是100倍变焦的情况下，所以这一定不会有 iPhone。那我猜这应该就是有插画一个 S20 Ultra 在里面。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一定是选第一张最左边。那没错，果然100倍变焦的话 ，S21 Ultra 是它的细节还是比 Mi 10 Ultra 再稍微好上一些。那这边我想讲一个额外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厉害不是它的清晰度，是它的稳定度。你直接看影片上的这个稳定度，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Mi 10 Ultra 它非常的晃，然后它的瞄准镜甚至都没有放大，非常小的一个框根本就对不到。但是 S21 Ultra 它蛮贴心的，它在你放大到某个倍率的时候，你的那个瞄准镜也会跟着放大，所以说我觉得还蛮不错。那 S20 Ultra 就小可惜啊，这真的是有点可惜。好，下一张月亮照，哇，终于也可以拍月亮。那这个其实蛮明显的，我一开始会选就会选左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右边的月亮好像比较大颗，但是感觉比较糊啦。那左边的话，手机可以拍到这种月亮，其实蛮厉害，有点吓人。那这边的话，最左边的话是 S21 Ultra， 我觉得蛮不错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月亮看起来有点扁。然后这边我想提一下，就是这一张 S20 现在也可以拍月亮，不过它的那个防手震还是蛮晃，所以你在拍的时候，你就很明显感觉到你要憋气，双手稳定才可以拍到月亮，要不然你按了好几张，其实都会是卡到的，有点可惜。然后接着是 Instagram 的比较，那之前就有听说他们这次在 Instagram 的 App 有做了优化，所以其实蛮多人都在问说，像是录影的镜头切换啊，或整个运镜的流畅感会不会比较好？那这边的话，我在我的 Instagram 上也有做一个盲测，那我就稍微想看一下大家喜欢的感觉，因为毕竟每次都是我在测，都听我讲，那我想看一下粉丝真的会不会感觉得出差异这样。那这边的话还没追踪我 Instagram 可以赶快去追踪，那底下有连结。好，首先这一张是圣诞
参数的部分，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A 手机是有耀光的产生，那 B 手机是比较没有。但是仔细的看的话，会觉得 A 手机的流畅度还是稍微好了一些。不过也因为这个耀光实在太明显，然后加上我的粉丝可能都是三星的粉丝居多，大家其实很容易都会猜得出来 A 就是 iPhone 12 Pro Max， 那 B 就是 Samsung 的 S21 Ultra。那如果你是新粉的话，可以底下留个言或聊天室喊个加，这样让我知道一下。那这一组样张的话，最后投票的比例的话 ，B 是52%，A 是48%，其实蛮接近的。然后接着是树叶的部分，那这个的话，我主要想要测试的是镜头的切换。那可以看到出 A 在切换镜头的和远距离的部分是还算 OK， 还算流畅。那 B 的话，它在远距离的部分简直烂到一个不行，它竟然是使用数位变焦的感觉，就是我拉到最远的时候，我整个傻眼，烂到不行。那这边的话，我先讲一下 A 就是 iPhone， 那 B 的话是 Samsung S21 Ultra， 你无法想象说，它不是有3倍和10倍，为什么它是用数位变焦？我觉得可能是 App 的问题吧。然后由于实在太烂，我就决定直接先用原生相机先录一组，然后先录好之后再上传到 Instagram 看看，那看一下运镜的稳定程度，还有远距的画质是怎样。那这个就是 C 样张的由来。那大家可能都会猜说 C 是另外一只手机，但其实不是 ，C 也是 S21 Ultra。但其实即使这样有点半作弊的状态下传上去，我是觉得运镜和画质都好蛮多，但是它跟 iPhone 的比例其实也没有差的很多。C 的话是53%，A 是47%，其实还是蛮接近。那我觉得 Samsung 在对于他们 Instagram 的优化，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终于来到我最期待的食物环节。那这边为各位上的第一道菜就是一灯的拉面。那这是一个叫做京城杏贝拉面，如果我没记错名字的话是这样子。它在喝的时候蛮有趣的是，因为它是使用蛮多海鲜，像干贝、蛤蜊去熬煮，那还有加了一些牛肝菌去提炼，所以会有一点菇的感觉。那它把它做成清汤的风味，再加上它酥肥的鸡肉，感觉是蛮法式的。那这组样张来讲的话，我会选 B， 我觉得 B 是最好看的，就是 B 啊，中间的那一个 B 是最好看，这句话也是怪怪的。中间那一张是最好看的，因为最左边那一张有一点太暗了，那最右边的好像细节没有中间的那个好。我最右边可能会想要把解析度再调高一点，所以这张我会选 B。哇，那这张刚好中间的竟然是 iPhone 12 Pro Max， 所以蛮有趣的。好，那我们来进入下一张。下一张是他们这个一灯最有名的沾面。那这一张来讲的话，最右边我会觉得比较没有食物的味道，先删掉。那中间和左边的话，还是选中间的吧，因为我觉得它面条的层次感觉比较有出来，然后食物的纹理，包含它那个肉叉烧的部分都有感觉出来。那这边的话，哇，也是 iPhone 12 Pro Max， 所以其实它拍食物的感觉是我个人会觉得蛮喜欢。我在猜可能是因为 Diffusion 的关系，它的细节真的还蛮好。接着是冰淇淋的部分，那这边其实我没有想要评测冰淇淋的部分，因为其实没什么好测，但是我还是想呛他一下，说怎么到2021年呢还有这种性别歧视冰淇淋？那如果我去我夹起来，我会有冰淇淋吃吗？那这边的话，我第一个会删掉的应该是最右边的吧，因为可能距离太近，感觉有点失焦，或者是没点到。左边和中间再选的话，我一定选中间，因为看起来比较好吃。那这一张就是 S21 Ultra， 那果然最右边的 iPhone 12 Pro Max， 它的那最短对焦距离是比较长一点的，所以说这个可能在拍食物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啦。好啦，只是想呛一下它的冰淇淋而已。下一张，好，这个巧克力就厉害，这是老大亲自挑选的巧克力。这家巧克力蛮有趣的啦，就是一个法式夹心巧克力，然后名字超级难念，我不知道我的字幕上不上得去，叫鱼式法式巧克力，它是走夹心巧克力的。那我觉得吃起来口味还蛮丰富的，然后蛮精致，也蛮有层次感。那目前我们只有吃几颗，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威士忌口味，但这个巧克力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贵，它真的是爆干贵，但是蛮好吃的啦，我觉得尝鲜来讲还不错。那这4组样张的话，我第一眼然后会喜欢的应该是左下角。我喜欢左下角，因为左下角的感觉和色调是我比较喜欢。那左下角是左下角是 S21 Ultra 哦 ，OK 不错，这个感觉还是蛮好，因为它后面柔焦的感觉还不错。那这边可以看到说，它其实感光元件大一点的情况下，它会比 iPhone 的柔焦的状况再更好一点。不过这边的色调的话 ，iPhone 还是比较偏亮一点。好，然后接着是草莓，现在是草莓的季节。那这边的话，这个草莓是我和老大去吃麻辣，也是看了我是老爸
发影片去吃的，就是他有时候拍的东西蛮重我的口味，就觉得便宜划算又好吃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草莓呢，第一眼我会觉得最好吃的照片应该是中间那一张，因为它整个草莓的红色有跳出来，然后盘子也是比较接近我现场看到的感觉了。左边的话有点色温感有点跑掉，那右边的话是不知道可能没有到这么亮吧，或者是它中间那颗草莓焦点那个草莓有点细节过重，感觉黑色加还多。那这张来讲的话，哇，中间的是 iPhone 12 Pro Max， 所以说其实它距离拉开一点，我觉得它的在拍食物的色温是比较准。那 Mi 10 Ultra 的话也还不错，但黑色就稍微多一点。然后这边的话，我想提一下，就是我在拍这个的时候，其实每只手机大概拍了2-3张，但是 S21 Ultra 因为它可能感光有点太大了，它对焦其实没有对到这么准，所以我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讲，拍照的时候有点失误吧，有点可惜，就是机会只有一次，草莓只有一排，要好好的对焦，保守一点还是要点一下萤幕，要不然老大就把它吃掉了。好，然后接着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今年吃到最好吃的草莓是从奈良古都华来的，这个草莓蛮厉害的，我特别把它跟其他我买的小草莓放在一起，超大颗，它吃起来会有一种甜和酸平衡的感觉，然后还带有一股额外的香味，很不错，我觉得喜欢吃草莓可以去吃吃看。好，然后接着就是到餐厅系列，快结束了，最后一定要来一个完整的餐厅介绍。那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是教父牛排，在信义的 A4 上。那我们现在上的这一道是前菜，是嫩煎北海道干贝。那这边来讲的话，我第一个看到会删掉的就是最右边的，它这个不知道感觉对焦没有对到，感觉有点光圈开太大的感觉，就只有对到那上面点缀的部分，然后下面的时候都有点太糊了。比较吸引我眼光应该是最左边那一张吧，因为我觉得不论是色调和清晰度都是它获胜。那这边的话，最左边的那一张是 Mi 10 Ultra， 哦哟不错，竟然是 Mi 10 Ultra， 还蛮好的。好，然后下一道是鸡油菇饺清汤，有够难念的名字，但是这一道菜是我还蛮印象深刻的，因为我觉得教父牛排那时候去吃的时候，它比较偏向一个表现均衡的牛排店吧，就是你知道说它的牛排餐点的味道和什么都是你预期得到的，但是就是还蛮不错的。那这一道其实是有超乎我的想象，它是用一种叫做鸡油菇，就是有点菌菇类的那种东西，整个汤喝起来是带有洋葱汤和蘑菇汤浓厚的味道，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清汤，所以它也有清汤清爽的感觉。我觉得这道菜蛮屌的，有点突破我的想象，是我印象比较深的。那这边的话，我选的话，我会选中间那一张，因为很简单，就是最右边有点太暗，最左边白平衡有点跑掉，中间那一张吧。哇 ，iPhone 12 Pro Max 在白平衡这一块是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它在细节表现上也是蛮好，包含它那个汤上面的那些有点些微的油脂感，它都有把它拍出来，还不错。好，接着是主菜部分，点的是菲力牛排，最左边的先删掉了，我觉得最左边的不知道感觉对焦没有对到我想要的位置，应该最右边的吧，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最右边的。那这一道菜来讲的话，最右边的 iPhone 12 Pro Max， 哇，就觉得这边就真的是觉得 S21 Ultra 在对焦的区域上来讲，真的有点偏小，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在拍食物的话，我觉得可能要往后一点。然后，但这边又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就是如果你太靠近，你把它切成对焦小帮手的话，因为餐厅的灯光都比较暗，所以你会觉得画质有点烂。那这边的话，我是没有切啦，让它背景有点雾化的感觉，前景深的感觉会比较好。好，不过 anyway， 反正我这边喜欢的这个牛排照是 iPhone 拍出来的。接着是红茶的部分，那第一个我会看到的细节就是红茶上水珠的形状，第一眼直接秒选中间那一张，哇，中间那张竟然是 Mi 10 Ultra， 就是我觉得它在水珠上的细节感是蛮好的。那 S21 Ultra 其实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它的就是怎么讲，可以再更锐一点，有点可惜。最后到了甜点焦糖苹果派，这边又是一个白平衡的考验，直接秒选中间，因为盘子颜色比较正确，而且食物比较有跳出来的感觉。那这边没有意外的话，应该iPhone 12 Pro Max S21 Ultra 就真的有点可惜毕竟它硬体这么好。好，终于结束了相机盲测，不知道各位看得爽不爽，有没有吃饱的感觉，或者是肚子饿饱的感觉？我觉得这只手机来讲的话，特别是你在拍食物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就是近拍的部分，因为它感光元件比较大，所以它其实能对焦的区域比较小。虽然说有对焦小帮手有帮助，但有时候你就会想要有前景
身的表现，而且特别是比较阴暗的餐厅之下，你在开启对焦小帮手的话，你的画面会劣化的非常严重，所以说有时候还是会希望直接用主要的感光元件、主要镜头去拍摄，所以这边的话，你就要在对焦的清晰度和前景深的部分去做选择。那再来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我觉得它摆平衡，特别在拍实物是真的还有地方可以加油啊，有点可惜。然后我也希望它的细节的解析力再更好，但在日拍的部分和夜拍的部分，特别是长焦的表现，我非常喜欢。它具备超广角、广角和长焦，而且长焦还2颗，特别是有10倍，你真的是可以拍出压缩的感觉。那这个是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我觉得蛮适合街拍的。接下来就是续航力的部分。那这只手机来讲的话，我其实必须承认说，我觉得它续航力并没有 iPhone 12 Pro Max 或者是之前这个 S20 Ultra 来的好。iPhone 12 Pro Max 我记得虽然说它是60赫兹的萤幕，但是我记得直接每一天的 Screen on Time， 就是你萤幕真的有亮起来的时间，我记得极限是可以7到8个小时。S20 Ultra 的话，我记得也可以到8个小时左右，而且是开启120赫兹的情况下。那我本来以为它这个 LTPO 的萤幕是可以让它的表现更好，但没想到我真的用起来的话，如果2K 跟120赫兹全开，然后用深色模式大概是5个小时极限，浅色模式是大概4.5个小时一整天啊。那这几天我是因为频繁使用相机，所以可能耗电量会再多一点，但是你再加上去，可能顶多就是5到6个小时之间一整天。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重度使用的话，我会建议你至少一整天，可能中午、下午还是要充一下。但是其实不充也不会这样，就是回到家可能只剩下20-30%左右，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电量恐惧症。那你播放30分钟的 YouTube 来讲的话，耗电量是4%。然后如果你是玩 LLM 激斗峡谷的话，打30分钟大概耗电量是9%啦。所以说大家可以斟酌一下，看一下整个使用的状况是如何。然后充电的速度的部分的话，它只有支援到25瓦的超快速充电，基本上0到100我充起来的话，使用三星这一颗超大颗的充电头的话，大概是需要70分钟左右。其实真的是有点久，不得不这样讲，有点可惜。而且这颗充电头超大，这颗是支援到45瓦。那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就要来欢迎我们的老干爹智选家所带来的这个 ID Mix 快速充电头。那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这个体积上的差距。那这个充电头的话，它支援的是到20瓦，但它体积小，超级无敌多，真是太惊人了。我觉得你有时候其实没有到太极致充电的时候，你可以带这一颗。那它所支援是闪电快充，没有到最快的超快速充电，但是其实测起来，你如果只是一般日常在使用的话，其实也不会真的差到太多。那我这边有帮各位测了这2款的比较。那左边这款用原厂的充电头的话，它超快速充电10分钟是可以充到16%的电力。那右边这个智选家所带来的 ID Mix 的话，10分钟是可以充到12%的电力。所以其实10分钟充电下来是不会差到太多。单卖的话是490元，配套装的话就是它有加一条可以输出影像的线，我觉得那条线超级棒，是890元。那这个是比原价省了500元左右。我这部影片呢，按照惯例也会抽出一个这个套装组。那其实你手上拿的是 iPhone 的人，你也可以来抽，因为他们的线其实有 Type C to C 或者是 Type C to Lightning， 这个都有。那这就是充电速度的部分。那接着就是大家很好奇的发热部分，毕竟里面有装了一只小火龙。这个的话，我在备份资料的时候是有感觉到手机有在发热，然后打 LOLM 的时候也是感觉到有些微的热，但是它不到烫手，我觉得问题没有到这么大，所以我个人使用起来是觉得还 OK 的。那还有最近还有冒出一个问题比较大，就是你在买手机的时候这边都会有个封条嘛，但是封条为什么要封起来？就是确保说之前没有人拿过这只手机，但据说最近有人发现封条下撕开是有2层贴纸的，感觉就非常的差，所以我这边来看一下我的封条是不是也是2层贴纸，哇，很紧张哎。好咯，这边看切面感觉是很正常，但有人说还要撕开，那我们就来撕吧。究竟我买到的是全新的，还是其实是有人拆开再重新封回去的手机呢？这边撕开，哇，整个直接撕起来。不过很明显感觉到，其实它下面是没有另外一层的。那我看一下这边哈，这边的话从这边这样破开，其实也是没有。所以我这只手机是在智慧馆取的，然后我是预购的，它其实是只有1层封条，那就帮一些网友解惑，因为我记得有网友密有问到这个，所以说不知道可能是个案吧，但至少我是没有遇到，还不错。好，然后最后就是讲一些我使用上的手感和一些心得。那我觉得这只手机的重心呢，整体来讲还是偏头的部分稍微多一点，我希望它可以再更低一点，因为像是这样拿的时候，手会靠在这是还好，但你会有一种它好像要翻不翻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重心如果再往下一点点会更好，特别是横着拿的时候，会有种它随时都要喷掉的感觉，会有点畏惧啦。然后在外观的部分的话，
话，我觉得雾面再加上这个亮面边框，感觉很好，感觉很不错，放在桌上还是会有种很爽的感觉。特别是我最近手机都不带套了，很爽。不过背面的部分的话，它这个就是真的会像你现在画面看到这一区有没有？它会有点油渍的感觉，但是其实也蛮容易擦拭掉的。基本上衣服啊什么随便抹一抹，看好非常多，就这样非常简单。那至于我在上一部开箱影片提到那个非常漂亮的蓝色、紫色那个颜色，我后来发现那个是要在太阳光底下才会比较看得出来，而且相机没有这么好拍，但是实际上来看真的很不错。那你有时候遇到的时候就觉得心情很好，就是今天有一种哇，今天运气不错，遇到一个漂亮的光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镜头部分啊，它是使用那种凹下去的设计，跟 iPhone 这种爆干凸的这种设计是不一样。那这种设计有个好处就是你手指比较不容易摸到，所以说你不用一直擦拭它，不用担心说你在拍照的时候镜头都是肮脏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指纹解锁。上次已经测试过，我觉得这次用起来感觉比上次有感提升蛮多的。那不过老样子的就是这个，你看像这动画就没有做这么的流畅。那我特别是有把动画再调慢了一些，调到最慢，是有感觉比较好。但是就是，我觉得用起来的话，可能 iPhone 和这个小米的 OS 用起来动画设计感上来讲是比较好。然后这一次我觉得很可惜，它左边其实完全没有按键，然后这个天线在摸到的时候，有时候会一直误以为自己刮到手机，有点不爽。然后再来就是我还蛮希望它可以放一个像 iPhone 的这个静音键在上面，因为这个能播其实很爽，然后播的时候会有点些微的震动，蛮舒压的。好了，那大概就是我整个的心得。那如果总结来讲的话，我觉得值不值得购买？我觉得蛮值得的。这一代不论是在相机和综合的表现上来讲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很不错。但就是你在拍实物的时候对焦要特别小心。那购买的合理价格的话，我这边也帮各位算好了。我买这只手机的时候原价是39900，那扣掉1000元定金，再扣掉微风的满3万折1000，所以扣掉2000。那它还有额外送2000的商城的配件折扣金，这个只能买他们配件，我就不扣掉，所以这个就直接加2000减2000，再扣掉你线上排队里4000名的1000元邮政礼金，以及前300名取货的1000元的邮政礼金，再扣掉他送的 Galaxy Buds Pro 还有 Smart Tag，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信用卡回馈，我这边扣的是中信的信用卡分期的回馈。那全部都扣掉的话，整只手机折抵下来的话，它的成本价就是27320。那这个状况27320是假设你东西都原价售出的情况下，所以如果合理的成本价，我觉得大概是28500到3万吧，这就是它合理的成本价。那剩下你看那个卖家想卖你多少，就是他想赚的部分，可能就是上网看一下大概现在市场价在哪了，但成本价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它如果又搭配了电信商的优惠方案，它可以成本再下杀到更多了。不过这就是看你遇到卖家的什么状况。好了，那这就是这一次 S21 Ultra 的新的影片。很不错，终于不再是难过的新的影片在那边干掉它。那这些手机也确实表现得蛮好，相信这一阵子我会跟它处得很开心啦。好啦，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底下留言。那我这影片有在抽这个 ID Mix。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一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啦，悄悄，拜拜。